报局长，有一股日军骑兵正向我军部冲来。混蛋！小鬼子还翻天了！手枪营，跟我来！是。撤吧，赶紧把军部向南移。如果我们撤了，39旅就连退路也没了。可是，现在咱们保卫军部的就只有一个手枪营了。谁说手枪就不能杀鬼子？跟我来！是。弟兄们，杀鬼子！怎么样？你怎么又上来了？这里太危险！来人呐！少废话，城里头安全啊！给我打！是。遵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命令，张自忠率第59军将士在黄川孤军奋战，坚守了12个周日，歼敌3000余人，自身伤亡4000余人，为后续部队的集结赢得了时间。長官殿、町尻少将から速やかにこちらの遺体を処理せよとのご伝言です。何かあったのか。成彦親王が視察に来られると。ここで信軍の頑強な抵抗に遭うとは思えない。どこか近くの村などで直接処分せよ。はい。始めよ。はい。気をつけ！10月2日，日军第106师团根据冈村宁次的命令，在师团长松浦纯六郎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趾高气扬的孤军深入到了万家岭地区，企图切断南浔路与武宁路中国守军之间的联系。司令官殿、航空偵察機からの情報により、私の判断が完全に実証されました。
シナ軍はすでに西に移動しており、隙間があるのが発見されました。ここを抜けて敵を分断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それはいい岡村。戦機を見つけそれをしっかり捉えるのは戦略家としては極めて重要だ。この隙間に沿って攻め込んでいけば、合わせて一挙に右石門防衛線を撃破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すぐに行動に移せ。岡村、成功を祈る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松浦純六郎師団長はすでに第106師団を率いて白雲山区に入っております。しかもこの一切の動きはシナ軍は上から下まで誰も気づいておりません。よし。まだ軍と連絡は取れないのか。まだ連絡取れません。地図を。はい。今我々はどこにいる？わかりません。道に迷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バカモン！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師団長殿。この地図は1927年制作であまりに古すぎます。正確ではありません。方向も方位も地形も道路や建物も。ということは1927年頃武漢にいる日本のスパイの方がお前らよりもずっとマシだったわけだ。この大バカ者が！お前はすぐに偵察に行きこの位置を確定せよ。はい。気をつけろ。警戒しろ。警戒態勢を取れ。早く師団長殿、前方にシナの警備軍を発見しました。叩き潰すのだ。突撃。行け。经侦查确认，日军一部已进入白云山地区。10月2日，日军先头部队在接近万家岭地区时，与我警戒部队接触，并展开激战。我部接报后，火速派59师向万家岭、碧鸡街一带迎敌。无奈当面之敌兵势强大，我方阵地多处被突破，唯有边打边撤，节节抗击，恳请增援。白云山、万家岭，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还想跟我玩金泽师团那一套。不过我倒真佩服他。白云山地区的确是我军布防的一个漏洞，这个位置恰好是我军南浔路和武宁路之间的一个间隙。司令，司令，黄维将军派人送来一份情报，第18军在公路上抓到一个骑摩托车的鬼子军官，从他的公文包里搜到一份日军作战计划，上面明确载明着冈村宁次派106师团向我白云山地区穿插的意图和战术部署。一定是他。日军的穿插部队106师团，孤军深入，简直是找死！命令：第66军、第74军、第187师、第139师一个旅、第91师、新编第13师、新编第15师一个旅、第142师、第60师、预备第6师、第19师第4军，四面合围，全力出击，一定要吃掉106师团。命令立即下达。是。另将此作战部署
上报第9战区和军委会。是。我是力主打，集中优势兵力，一举端掉106师团。没错，对，千载难逢的良机啊！进了嘴的肥肉，吃。没错，说的好，就该这么干，就是这样消灭他。委员长，请您下命令吧。跟我接续布林。布林吗？是。我是蒋中正。军事委员会完全同意你委监第106师团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对于兵力、弹药、给养，军委会予以完全的支持。是，谢谢委员长支持。第1兵团誓将106师团消灭在万家岭地区。在武汉，并不缺战略预备队。第1兵团调兵遣将，紧急部署。从德兴路、南浔路、瑞武路3个方向调遣15个师，星夜驰援，火速集结。欧震第4军正面迎敌。バロン、なぜ交代するんだ。進行だ。進行するように伝えよ。はい。報告。田中隊長からの電報です。第113連隊は長古山で敵対軍の攻撃に遭遇しております。報告。師団長殿。小銀山寺信濃援軍145連隊が猛攻撃を受けています。報告。飯野連隊長からの報告です。123連隊は万華領で信濃軍の攻撃を受けました。第147連隊はヤロソで多数の信濃軍の攻撃を受けております。バカモンが。師団長殿、我々はどうやら信濃軍に完全に包囲されたようです。皇族軍はそう簡単に増援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ら、奴らは我々を包囲して殲滅することが狙いであります。ではどうしろと言うんだ。残された唯一の方法は岡村司令官に頼んで応援の部隊を出してもらうことです。さもなければ我々は信濃軍に一挙に殲滅させられます。直ちに岡村司令官に打電し増援を求めよう。はい。司令官殿、ただいま松浦純六郎師団長からの電報が届きました。106師団は万華領地区で大量の信濃軍に包囲されたとのことで増援を要請しております。松浦師団長は冗談でも言っているのか。信濃軍は我が第11軍と第2軍の攻撃によりすでに散々な目に遭っており、対応で精一杯のはず。どこにそんなたくさんの軍隊がいるというのだ。はは。松浦は実に役立たずだ。信濃の小さな部隊が騒いだだけですっかりおじけづいてしまっている。はっ。106師団は本当に我々の面汚しだ。見ました。万華領地区には高架だらけ、至る所戦闘が続いている。松浦師団長の判断が確かだ。万華領地区には信濃軍隊の主力が確かにある。どうして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んだ。ずる賢い信濃人め、罠を作っていたのだな。間違いない。増浦純六郎師団長は愚かにも106師団を率いてその罠に入っていってしまったのだ。直ちに増浦師団長に打電。106師団は北へ撤退し
Gブロの第27師団と合流せよ。本間正治に命じて兵を派遣し、106師団の右翼を警戒しつつ106師団を支援せよ。はっ。原来啊，我党的6届五中全会是1934年在瑞金吧？是啊。距这次6届6中全会又是4年了，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呀。是啊，我们在陕北高原站住了脚，参加了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战争。武汉会战已接近尾声，抗日战争将进入相持阶段。在这个关键时刻，要防止统一战线内部发生分裂，要全面地坚持抗日战争。我们要统一思想，把防止国民党妥协投降当成全国抗战的重要任务。原来呀，你的任务是回复武汉，递交这封信，并面陈中共最新的抗日主张。辛苦你了。还有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个会议精神呢，向他们详细说明啊。放心吧，主席。朱老总啊，为了表示我党坚持抗战的决心，朱老总你和恩来一起到武汉，与蒋介石商议军事的配合。我和恩来明天就走，放心，我们一定按照咱们既定的方针去办。好啊。武汉会战期间，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奋战于白山黑水间，牵制了日本关东军，对华北、华中的抗战局势起到了战略配合作用。杨靖宇率领的抗联第1路军正坚持长白山区抗日游击战争，周保中率领的抗联第2路军正在松花江下游地区打击日伪军。北满抗联第3、第6、第9、第11军远征海伦。同一时期，8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游击支队广泛的游击战争，更是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截止1938年10月，8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600余次，歼敌54000余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同时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皖苏等多块抗日根据地，牵制了30万日军，使得华北日军难以调兵协助华中军，迟滞了华中日军进攻武汉的行动，支援了武汉战场友军作战。10月5日至6日，第74军在长岭、贝溪街、张谷山、狮子岩等处与日军第106师团激战。第51师向日军106师团占据的张谷山主阵地发起进攻，战斗进入相持阶段。来，喂，进到大炮，是，喂，马上转达，师座，大炮头，去把305团团长叫过来。是。站那么！报告！唐生海、张谷山正面一再受阻，我命令你带领一个小分队绕到后面去，能不能成功，就看你的了。请您放心。
停，蹲下，注意隐秘。上。就是这儿了，弟兄们，给我上！小心！哎，抓紧了！命令各部，全线给我出击！是。岡村、もう躊躇してはいかん。直ちに体制を組織して106師団への救援を進めよう。帝国の軍隊がシナで全滅するのを指を加えて見てるわけにはいかん。もしそ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ら大日本帝国全体の大いなる屈辱だ。こちらはすでに南京で200名の連隊長以下の将校を集めた。現在飛行機でマンカレー地区に向かっている。将校たちを空から我が軍陣地に降下させ106師団の指揮を取らせる。小鬼子轰头了！这小鬼子还敢空中支援！命令各部对空射击！是。
兄们，为消灭日军106师团，奋勇向前，敬礼！各主力部队紧随其后。10月9日19时，对第106师团最后据守的建鲁苏、万家岭、田部苏、雷鸣鼓流、杨家山等阵地发起全线攻击。经一夜血战，日军第106师团防御阵地全线崩溃。不过，希望美国政府不要把声援只停留在书面上，而是要联合其他一切反对侵略的国家，给日本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有许多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表示悲观，主席对此意见如何啊？我对此持完全乐观的态度。但是八路军目前正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有被驱逐或歼灭的危险吗？我们八路军正在敌后进行广大的游击战，并且在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等区域立稳了脚跟，形成了抗战的堡垒。日本占领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我们并没有失掉广大的乡村，所以不是他们围困了我们，而是我们围困了他们。八路军与当地人民群众会筑成铜墙铁壁，可以随时猛烈地打击敌人，使他们处处碰壁。我看这些抗大的学生中间也有来自东北的青年，请问东北3省的抗日活动也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起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进而统一为东北抗日联军达11个军，3万多人，开辟了东北敌后战场，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高潮。我们应该对这些战斗在北山河水英勇抗日的战士致以最崇高的敬礼。这个我来。哎，风扇，你为什么要参加抗联啊？我丈夫是抗联的，一走就没了音讯。我来就是想找到他。哦，原来我们凤扇妹子是来找男人的。讨厌！别闹了，别闹了！指导员有鬼子！隐蔽！坏了，咱们的战士都在休息，现在来了那么多鬼子，恐怕我们的部队会被包围。指导员，怎么办？我们必须掩护部队转移。姐妹们，准备战斗！
的俘虏，绝不做鬼子的俘虏。宁愿溺水而死，绝不屈辱苟活。冷云和她的姐妹们，为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弹尽怒绝后，选择了回归母亲河。生于斯，长于斯，牡丹江流域的乌斯浑河，他们互相搀扶着，拖曳着，一步步走向深水，一步步走向永恒。水一样柔弱的女子，却有着铁石一般坚硬的视死如归的定力。就让身后的关东军开枪开炮吧，生死早已抛却，八姐妹又何惧炮火壮行？一曲悲怆的抗联女战士之歌，一幅血红的抗联八女投江图。已无从查证这一天的准确日子，历史留下的记载是1938年10月，8名女战士隶属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年龄最大，23岁，年龄最小的王惠民年仅13岁。想必大家都已经晓得了，舍军已直插贺胜桥、黄冈，找各位前来，就是想讨论一下武汉这个问题，是守是弃，大家充分的发表一下意见吧。委员长，我认为还是应该坚守。虽然我们的人员有所损失，装备也损失不少，但是就万家岭大捷来看，我们还是有胜利的可能的。我反对。我们之前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适时的撤离武汉。于杰兄，你是代表中共方面的，发表一下你的意见。武汉保卫战可以结束了。我命令撤离武汉。我们是该撤了，在当前这种形势下，也还算体面吧。我们经过这么多战役，为长期抗战打下了基础，争取了时间，避免了我们的损失。另外，经过我们的顽强抵抗，日军这次伤亡也有4万之多，这样就大大挫败了日军的战略。最重要的是，我们重创了日军的决心。他们不是想速胜吗？哼！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日本人迟早有一天会被我们赶出中华大地。是啊，而且我们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并没有因为我们战略的撤退而减少。你准备什么时候走？我要等孩子剧团的孩子们，他们去前线了。同时，《新华日报》要在武汉出最后一版，26号在重庆出了。我要等报纸父子。恩来，你是毛泽东之幸啊！有一次委员长问我，说共产党的报纸为什么叫《新华日报》？我说，新华不就是新的中华吗？委员长想了一会儿说：“此中华，非彼中华。”哼，此中华，彼中华。中华可不是某个人的，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这也是我们为报纸取名的最初用意。好，这个解释好。呵呵，请。
脚下，跟上，快，跟上，来，跟上。追进来了，快，都趴下，快，都趴下。見てごらん、武漢は我らのものだ。4ヶ月以上の時間と数万の兵の命と引き換えに何もない空っぽの町を一つ手に入れたところでどうして満足できるというのだ。司令官殿、家中派遣軍畑春六大将から祝電が参りました。帰化精鋭部隊疾風が落ち葉を払う勢いにて一挙に武漢を占領され、心より祝賀を申し上げます。板垣陸軍大臣から電報は届いたか。届いておりません。陸軍の実力はすでに限界まで発揮しており、今後中国戦略の調整が必要なことを大臣にも分かるはずだ。这马上就要上前线了，有什么想法？说实话，想走又不想走。这次我到延安学到很多东西，我心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可是，一想到马上要回到校华同志的身边，这心里就很兴奋，是不是啊？主席，我还真是这么想的。校华同志啊，是个好苗子啊。在江西的时候，他就独当一面。现在遥遥无时，在冀鲁边区开创根据地。在校华同志的领导下，根据地啊一天比一天壮大。现在好了，你们两个可以在前线相聚了。别忘了结婚的时候啊，给我来封信。是。重庆为配合国民政府迁都，正从一个西南重镇急剧蜕变成为一个战时国都。政府却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来迁徙几所学校，是否值得？教育是国家的命脉，是富国之本。一个没有教育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而抗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强大的人才储备，我们拿什么打败日本人？我听说国内对内迁师生实行救济代金制度，这样做是否会引起民怨？我觉得你有时间可以去战场上去看看，你就明白了。一个小小岛国竟然占了我们那么大的一片土地，落后便是挨打，这是千年的古训呐。好的，另外我还想问一下，现在大量文物已经进川，政府是否还会做放弃四川的打算？不，我们完全有力量和信心把日本人打回去。至于那些文物，用不了多久就会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今天我们的采访就到这儿吧。哎，宋先生。How are you? Very good, thank you. Are you having a drink? Perfectly good time.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Okay, good. I'm happy to be here. See you. Americans always stay far away from the war. How come now they are so active in the Far East? You are right. This war is like a magnet, and even the US is sucked in.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will change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the Far East. Chiang Kai-shek has overestimated his power. Exactly. I was considering, I persuad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hey should take any peace option from Japan, actually. For China, it is very hard to win this war. Yes. I think the longer they resist the war, the more their society will disintegrate. I don't think so. Korean Liberation Army will stand with Chinese army together, fight against Japanese, kill the Japanese intruders out of China.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I declare, Korean Liberation Army is founded at Chongqing Jialong Hotel. We are obliged to some other fighters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part of Korea to further cover 30 million people for this war. Come on, everybody, let's raise the glasses to China for the final victory. 건배. Is he out of his mind? I don't know. How are you, Commander Ken? Thank you for coming. It's commendable, the courage and the commit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sacrificing themselves against the Japanese. From this perspective, Britain and America American embassy in should Chongqing consider jointly giving can only aid to hope China. that in the future we can see better Well, there's times. a Chinese phrase to say, just watch from the sideline. Why not we just wait and take advantage from both sides? 老蒋辞去行政院长，让位给孔祥熙，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孔祥熙啊，一直以来都是看老蒋的脸色做人的嘛。我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希望他可以敞开谈判大门。唉，现在看来啊，根本就不可能再说服他走和平救国之路了。那你就自己独自走。抗战胜利是没有希望了。说的也是。你不如先让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人接触，去谈判停战的条件。可是，去哪里找可靠的人呢？据我了解，高宗武和西义贤等人私交很好，你可以从这里入手。倒不妨一试。没想到重庆的冬天这么阴冷啊，比我们南京的天气可是差多了。碧君啊，我还一直想请你出来，跟我一起领导妇女工作呢。那可不成，汪先生身体不好，我光照顾他就够我头痛的。领土？这1年多里面，你丢失了多少领土？北平、上海、武汉、广州，你所谓的捍卫领土，结果到头来还不是南京给大炮摧毁？我昨天问过冯玉祥，我问他，抗战到底的底线到底是什么？他居然告诉我是日本人无条件投降。讲的没有错啊，这简直是疯话，是灰话。现在我们根本不可能跟日本人对抗。
所以，汪先生是愿意接受有条件的投降。江夫人，这不是投降，这只是在不利的形势之下做出有条件的妥协。那么，请问汪先生，准备接受什么样的妥协？弄成今天这个地步，应该有人负责。我认为，为国尊者在这个时候应该引咎辞职，然后另组政府，请求和平谈判的机会。士为所残，冥顽不化。在这个时候，蒋中正还在唱抗战高调。抗战的高调唱来唱去，他无非是想保住自己领袖的位置罢了。可恶的是，拿我们汪先生当陪衬不说，还想让我去妇联工作，给宋美龄抬花花轿子。我主张和谈，派人让他们跟日本人去交涉。哦，梅思平刚从日本回来，他跟日本方面秘密草签了一份和平协议，想请您定夺。汪先生，我与日本军部商定了一项日华协议记录，已经得到了近卫首相的认可。协议的主要内容呢有5项：一是中国承认满洲国；2在内蒙共同防共；3在华北地区实现经济合作；4取消在华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5中日双方互不追究战争赔款。哦，对了，协议在这里，请您过目。那驻军的问题呢？待以上5条协议生效后，日本承诺在2年内撤军。条约的条件相当宽大呀。日本方面的意思是要借此逼迫蒋介石下台，请汪先生出来收拾局面。要办成这件事，必须离开重庆，不然我们的举动很容易被蒋介石察觉。那就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走，先到昆明，然后转到东南亚，再去上海和南京。目前形势下，上海和南京都属于敌占区，我担心汪先生此行会影响到政治声誉啊。我决定离开重庆。Скажите мне, товарищ Левин, сколько продержалась китайская армия в Ухане? Более 150 дней,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Теперь я понимаю, почему японцы в горах Чханчжук так нервничали. Потому что главным своим нападением на Китай они попали в окружение и теперь боятся огня у себя на заднем дворе. Мы должны этим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Да,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Эта провокация японцам не удалась. Но я могу поспорить с вами, что японцы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устроят еще раз такую проверку. Хотите поспорить? Я спорю. И знаете почему? Почему,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Потому что японцы до сих пор уверены, что в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в 1904 году
Они оказались победителями, и теперь победа всегда будет за ними. Они ошибаются. У японцев большой рот, хороший аппетит, но очень маленький рост. Пищеварит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не работает. Пора напомнить японцам об этом. 中国人民非常感谢贵国的援助，但是如果要保证抗战的胜利，还需要再向贵国贷款。В этом вопросе не будет никаких проблем. По приказу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Китай будет обеспечен кредитами. Я так думаю, что в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мы будем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проводить всю ситуацию. А если война начинается в Европе,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е может позволить обостр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с Японией. 但是日本的野心还不止于此啊！ А если японцы будут продолжать провокации проти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ы не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ть. The world situation is shocking. Japan seems to suppose there is a deputy in the far West Pacific. We need to re-examine our Far East policy. We should give both practical assistance and aid to China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atrocities. If China is really in a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sit idle. The assistance to China should be increased. It's time to give the Japanese a lesson. If giving China direct aid will heighten the U.S.-Japan conflict, it will probably result in war. So what kind of assistance does the president propose for China? If a neighbor's house were on fire and I had a long water hose, I wouldn't say to the neighbor, "You must pay to use this hose." After the fire's out, I would just take back the hose. So you're saying use indirect channels? I plan to rearrange what's going on in terms of Japan's settlement in this country. We cannot rely on touch to tame the tiger into a kitten.司令员，帮个忙！战斗结束了，请给武器。据初步统计，消灭敌人200多人，俘虏57人，缴获机枪4挺，短枪15支，长枪102支，还有许多弹药物资呢。好，从发起战斗到现在，刚好20分钟。出去打扫战场的时间，真正交火的就8分钟。走了2天2夜，打了8分钟。你们觉得这一仗打得值不值啊？值啊！再有这样的仗打，多跑2趟，2天2夜也值啊！周副主席，粟裕同志，这次啊，我刚到皖南，就听说你又打了一次漂亮仗，真是可喜可贺呀！小胜而已。粟裕同志啊，有什么好东西还不赶快拿上来？哎呀，也没啥好东西，打关斗门时啊，缴获了点茶叶。我去沏茶。关斗门靠近铁路和飞机场，一旦有点风吹草动，敌人的援兵啊，半小时之内就会从北、西、南3面赶到。他们硬是用长途奔袭的办法，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拔掉了这个据点。有勇有谋啊！来，在交通发达的地区作战，就应该像老鹰抓兔子，采取突然袭击。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往往就是最麻痹大意的地方。
只要我们计划周密，行动果断，就一定会成功的。陈毅同志，你创建的茅山根据地，在江苏南部站住了脚跟，这也是了不起的成绩呀！你看，虽然我们已经站住了脚，但在茅山周围啊，太憋屈了，实在是施展不开呀。从快看这儿，你看这边，你看。星海，你看这个鼓。爷们，我们来了！哎，星海，你看，真棒！老乡好，来这边看看。来走。哎，来万变身！哎呀，香得很！羊肉汤，香得很！好玩啊！羊肉汤，羊肉汤呀！哇，你看这个，这好香啊！谢谢。一会儿尝，一会儿尝，谢谢。我就不喝了。可甜啊！大红枣，羊肉汤，长山的大红枣可甜了。大红枣，可以尝一个吗？你看，这是陕西的大红枣，尝尝啊！陕北有名的。看这是个啥呀？我没见过呀。西服，好看。哎，知道了。哎，老乡你好，我们终于回来了。哎，你好，你好。你看这儿，嘿嘿，真好啊。是啊，我们历时1个月，走了47道关卡，终于到这儿了。我这个流浪的儿子终于回到娘的怀抱了。我们回来了。我来了。看看，你看看他，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9妖18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小米粥，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好事啊，好事，好事，好事！不敢当，不敢当啊！到了，走，来，走，吃小米粥去。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就想延安的小米粥。是啊，我也一直想喝呢。毛主席。主席，主席好，主席好，我是简星海。主席好，我是艾青，我是柯仲平，我是老你好，我是罗峰。老总，主席好，都是名人嘛。啊，不，好，真是没想到这一帮大才子都到延安来了。主席啊，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抗日，我们几个也想贡献我们的力量，就算是让我们上前线，我们也义无反顾。对，义无反顾。好啊。如果人人都能像你们一样的话，我看这日本人呐，早就打跑了。你们身上的担子都很重啊。主席的意思是，让我们发挥我们的特长，搞宣传。哦，猜对了，说得对呀。你们要宣传的呀，不是一个延安，也不是一个陕北，而是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所以呀。你们身上的担子都很重，国之有难，匹夫有责，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好，哎，我带你们逛逛延安城啊，走。好，好，走，走，来，我们走，走。眼到手到，听见没有？队长，队长，鬼子在海口登陆了。鬼子来势很猛啊，海口恐怕危险了。海口离我们这里只有30多公里，鬼子说来就来，咱们怎么办？怎么办？跟他们打一仗。来。你看，日军从海口登陆之后，势必要向文昌和嘉集方向前进。也就是说，他们一定要经过南渡江上的渡口。潭口。对。集合队伍。全体集合。日本人欺人太甚。都已经打到我们家里来了，同志们，怕不怕？不怕！敢不敢跟他们打一仗？敢！潭口是日军进犯的必经之路，我们就在潭口设置伏击阵地。我们的主要任务有2个：1
迟滞敌人的攻势；2，掩护民众的转移撤退。听明白没有？明白。我们就在潭口与敌人决一死战。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出发！向左转！好步前进！来，跟上！来，我来吧。孩子，你快跑吧，我跑不动了。啊，爹，跑不动也得跑啊！鬼子就追上来了！快，帮助乡亲们转移！后边的跟上！来了！队长，照这样看，鬼子已经打到河对岸了。一帮没用的东西，这么快就把海口给丢了！乡亲们，我们是抗日独立大队，也就是冯白军领导的琼崖红军，鬼子就要来了，这里马上要打仗，请大家赶快转移！乡亲们，快点儿，快转移！转移！爹，好吧，快走！哎，爹，快起来，没事吧？好儿子，你们要在这打鬼子呀？对。哎呀，好汉呐！快走，大爷，危险！这帮红军胆子可真大，胆大有什么用？就凭他们手里的那几杆破枪，还能打得过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吗？您就是冯白驹队长吧？我就是冯白驹。冯队长，久仰久仰。我这里是一箱药品，打起仗来用得上。谢谢你啊，这太珍贵了。你是归国华侨吧？我是从南洋回来的，在海口开了个西药店，日口以来，我那药店也就开不成了。这些药怎么用啊？咱又没有医生。再说这些洋文咱也不认识啊。我认识啊，只要冯队长同意，我愿意做一个医务兵。打起仗来枪子可是不认人的，你不害怕吧？我不怕，都是血肉之躯。你们不怕，我也不怕。好样的！一中队，占领那边山坡，其他人跟我来。你先走，注意安全。哎，快啊，快！好。这一仗打得不错，但也不要只顾着高兴了。敌人刚才是吃了麻痹大意的亏，接下来一定会做更凶猛的反扑。大家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打扫战场，快打扫战场！
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早くしろ！早くしろ！早くしろ！潭口阻击战打响了海南人民抗击日寇的第一枪。在此之后，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独立队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华南琼崖纵队，达7700余人，对敌作战2200余次，歼灭日伪军5800余人，解放海南岛近1万人口，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黄河，你是天上之水，黄河。奔流向远方，咆哮的黄河，向整个东方怒吼。黄河，你不会敲门的？哎呀，怎么烧得这么厉害呀？你怎么看的他呀？烧得这么厉害？看你给自己起的这名字，光未燃，灯就快灭了。他能灭，你可不能灭。你这人会不会说话？我是不会说话，会说话的都是演员，不会说话的呀，都是搞音乐的。别碰他，病着呢。你到底是谁？我是谢星海。谢，魏然，你太着急了，慢慢来，我会等你的好作品。朋友，魏然，醒醒，咱们来吃点东西，啊！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看我带来什么了？
是鸡。看来你还是吃过鸡的呀。你笑什么？哎，我听说你创作的时候，要是不吃鸡，连一行谱子都写不出来。你这鸡要是给他吃了，你不是又写不出来了吗？这你怎么知道的？毛主席有特批，你一天可以喝牛奶，吃2个鸡蛋。你是来延安革命的吗？我是来延安革鸡的命的。还不快盛出来！快，给他喝点儿。魏然，我给你带鸡汤来了。魏然，朋友，魏然，什么？黄河？说梦话呢。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见过黄河吗？你见过黄河上的船夫与惊涛搏斗的场景吗？这是梦话吗？不是诗。别说话。我没有见过黄河，也没有见过船夫跟惊涛骇浪搏斗的场景。你说，我在听。支笔。你说。你说呀。黄河。又睡过去了。先让他睡一会儿吧。他醒了之后，鸡汤给他喝了。啊，对了，他醒过来之后，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一字一句的重复一遍，一个也不要落。我感觉会有一篇宏大的文章正在酝酿。好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照顾好你丈夫。他不是我丈夫。对不起啊。你放心吧，他醒了，我都会记下来的。那好。我明天再过来，再拿鸡汤过来。别再着急，会出好作品。黄河。你醒啦？水。哎，水。能起来吗？能。来，慢点儿。谢谢。
欢迎你啊，马占山将军。谢谢谢谢。来，出马。哎呀，国军兄弟，你也来！哎呦，我不行，我可没这两下。你来，你来。可好了，来。那我来了，你来。这是谁编的？我可不敢当。这些编曲的人民可是真热情啊！延安的口号是“军民一家，军民鱼水亲”。哎呀，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明贤集有句话：“家和贫也好，不义妇如何。”国难当头，毛主席号召我们全国人民大团结，不但是边区，全中国的人民拧成一股绳。小日本再强大，也得走向灭亡。毛主席身在延安，眼光却能看到抗战前线，看到了抗日的光明前景。我相信，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的。来，我想见见毛主席。好，我们走。好。慢点，来。这调调很好听啊，谁唱的？这个呀，不用问，这里的汉子每一个都能唱几句。来。这个曲子真的不错。哦，对了，我睡了几天了？5天。5天。来。我这5天都在黄河上漂。对。你慢点，慢点。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见过黄河吗？你见过黄河吗？你见过黄河上的船夫和那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吗？如果你没有见过的话，那么，请听我说。见过黄河吗？主席，马占山将军到了。哦，毛主席，大驾光临，未曾原因，真是时今时今呐。
毛主席好。坐，快坐。主席坐。哎呀，毛主席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啊！来，谢谢。马将军今年贵庚啊？回毛主席，湛山是光绪11年生人，属猪的。那你马将军可是长我8岁啊，真是老大哥啊！哎呦，不敢当。我马占山啊，对毛主席那可是佩服之至。马将军你可真是了不起呀！你可算是马克思的本教。马克思啊，我在苏联那边听说过，人家是革命领袖，我马占山是一介武夫，哪敢跟人家攀亲戚啊？哎，不能这么说呀。若是马克思天上有灵的话，他会认这个本家的哦。哎呀，马将军在黑龙江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一定会名垂千史的。毛主席啊，您就别夸我了，占山最后不还是败了吗？哎，虽败犹荣。现在的形势是敌强我弱，马将军英雄虎胆，孤军拒敌并挫其锋芒，难能可贵呀！哎呀，感谢毛主席夸奖。回想当初江桥一战，我心有不甘呐。当时收的那个慰问信，那是一麻袋一麻袋的，可这些信打不了鬼子，谁能助我一兵一卒啊？少帅倒是赠我100挺机枪，过瘾。可打不了几分钟，子弹就没了，机枪就成了废铁。日本的长处在于其武器装备精良，而其短处呢，在于其战争本质的野蛮性、退步性，在于其人力物力的不足，以及在国际舆论上的寡助。中国不仅需要一个马占山，还需要更多的马占山呢。哎呀，毛主席真不愧是当代的诸葛亮啊！说真的，我马占山心里边从来都没这么敞亮过。魏然，你的病刚好，你可以吗？要不要让苏雅帮你念？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抱。好，刚吃完公鸡，还有底气。来。念吧，加油！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水滔滔万里，两岸是家乡。怒吼黄河，那一张张凝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好，把它给我吧，行吗？这现在还不行，他不够成熟，现在。我会让他成熟的。
就给我7天，7天。他需要插上一双雄鹰的翅膀，带上他去飞翔。我已经看到他飞遍祖国大好河山，让无数的儿女充满斗志的希望。给我吧。我拿3只鸡给你换。那你不吃鸡行吗？哎，同志，你可来了！你看我们搞的这个大合唱，就7个人，这怎么搞大合唱啊？你别急嘛，我们已经跟康大那边联系过了，他们可以过来一批人。真的？太好了，谢谢。有15个。15个也不行，我需要的是唱合唱的人数，不然没有气势。有了，我们可以找1个排的战士。同志，你以为这是在打仗吗？1个排的战士能搞得了1个战役吗？不就是一个大合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信了，这世上有比打仗更难的事儿？我怎么会遇上你这种人呢？来，我们接着唱。来，你会说话吗？好，我们就7个人搞个大合唱。来，风在后，来，风在后，马在前。停！同志们，我们唱的是战斗歌曲，要有气势和力量，这样战士们听了才有激情，跟杀敌的决心。用你们的底气把声音放出来，加油！来晚了，不让你进了吧？我送人去了。如果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问我。报告，邢老师，我们的伤员还没有换药呢。你是要走对吗？对。好，走。卫生队的都走了，快，走，跟上。你们都。哎，跟上。我有一个办法，他们不是出来了吗？一会儿啊，你找一个人教你。风在后，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风在后，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是苏雅吗？我是颠白啊！颠白，你终于回来了！颠白，我还以为你已经……别哭了，我没死，我还活着。颠白，我就知道抗战胜利之前，我们俩都不会死，我们俩都会好好的活着。你快告诉我，是什么把你带到了延安，带到了我身边啊？是信念，是上天
是上天对我们的眷顾。对了，我这次回来还有任务，是陪同马占山将军来考察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你有任务，我也有任务，而且还是很艰巨的任务。我也希望，李天白同志能和我一起去执行。什么任务？我的任务就是将这片热土上所孕育的希望传递出去。好，天白，苏阳，黄河大合唱净胡说了，黄河还能合唱了？你看这个作曲，什么洗星海也得洗月亮了，洗这个文化人就是穷酸，是不是？这黄河也能合唱了？这吹牛的吧？同志，请问张闻天书记是在这里住吗？就在那边那个屋。哦，好，谢谢啊。不客气。啊，请进。首长好。哎呦，陆一的艺术家，快请坐。不用了，不用了。刘英啊，哎，给我们倒点水。好。哎呀，你这个艺术家是不是要请我们去看演出啊？不是演出啊，谢谢啊。是个合唱。是一点表演都没有吗？啊，是的，就是合唱。哦，原来是一个合唱啊。啊，是这样的，我们的一个诗人写了一首诗，是关于黄河的，它主要比喻我们中华民族在这场抗战面前不屈不挠的精神。那不就是一个合唱吗？哎，鲁艺的学生们排出个东西也不容易，你呀，还是去一趟吧。那你们都请谁了？